我叫丽姐，在这婚恋服务的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好些年，见过的痴男怨女，听过的奇葩事儿，那真是数不胜数。但今天这场相亲可把我惊到了，到现在心里还堵得慌呢。来相亲的姑娘叫小童，37岁，在我看来，她可真是个优质姑娘。虽说年龄稍微大了点，可这年纪在婚恋市场上也不算罕见，况且她自身条件那是相当过硬。小童是干广告设计的，在外面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生活上，她把自己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身材保持的那叫一个好，走在街上，看着比同龄人起码年轻好几岁，小童心里明镜似的。自己早过了那种懵懵懂懂的年轻小姑娘阶段，成家生子这事儿变得越来越紧迫。可她还是坚守着底线，盼着能遇上个真心实意对她的男人，不想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了。说起小童一直没结婚的缘由，主要还是工作太忙，成天扑在项目上，没多少闲暇时间去认识合适的异性，再加上身边出现的那些男人，要么性格不合，要么三观不对路，没一个能入得了他的择偶标准。家里人，尤其是他母亲，那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天天在他耳边念叨：闺女啊，你都37了，这女人年纪越大，在婚恋市场上就越不吃香，再拖下去恐怕真就没机会挑个好人家喽。小童听多了这些话，心里头难免烦躁，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不想将就，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。在母亲的软磨硬泡下，小童终于松了口，决定上我这儿，通过婚恋平台试试相亲这路子。我跟小童聊了几回，能明显感觉到他对婚姻的态度挺传统，挺保守的。他就想找个成熟稳重、有责任心的男人，能在往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，一起面对生活里的风风雨雨。年龄方面，他私心想着对方最好能比他年轻点，倒不是图啥，主要是怕年纪差距太大，往后相处起来矛盾多，观念上也容易有代沟。性格上呢，既希望男方成熟靠谱，又不想日子过得太沉闷，最好男方有点生活情趣，能时不时给生活添点彩。说实话，我觉着小童的要求真不过分，合情合理。这样的想法也是大多数想踏实过日子的姑娘会有的。按照小童的条件和要求，我这边紧锣密鼓的筛选，还真就找到了个看似挺合适的人选。男方叫李浩，38岁，是个企业管理人员，经济条件那是没得说，收入丰厚，在城里有房有车，模样也周正，长得高高大大，挺帅气，身高足有1.8米，往那儿一站就透着股子稳重，成熟的劲儿。再一打听，家庭背景更是过硬，家里是干房地产的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家底殷实，家境优渥。我当时就寻思，这两人不管从外在条件还是内在需求上，说不定真能擦出点火花来，就赶紧安排了一场相亲。相亲那天，我带着小童到了约定的咖啡馆，李浩已经提前到了，正坐在那儿翻看菜单。见我们来了，他立马起身，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，很绅士地帮我们拉开椅子，招呼着坐下。一开始氛围那叫一个融洽，仨人坐一块聊得有说有笑，一点都不紧张。李浩这孩子言谈举止确实挺有分寸，说话不紧不慢，条理清晰。他跟小童分享自己的工作日常，讲一些职场上的趣事，小童听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还插上几句，发表下自己的看法。聊着聊着，李浩就说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，他微微顿了顿，神色有些许落寞，缓缓说道：小童啊，我也不瞒你，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当初两个人就是因为性格不合，成天吵吵闹闹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就分开了。所以啊，现在我对另一半特别看重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，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可不能再草率行事了。小童听着轻轻点了点头，表示理解。可谁能想到画风突变啊，就聊得正热乎的时候，李浩突然收起了笑容，脸上的肌肉紧绷起来，语气也变得生硬严肃，冷不丁来了一句：小童，咱们先说清楚这事。小童正听得入神，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弄得有点懵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疑惑地问道：什么事？李浩坐直了身子，清了清嗓子，
毫不客气地吐出仨字：彩礼的事。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，心说这孩子咋这么直接呢？虽说现在彩礼在婚姻里确实是个敏感话题，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谈，可他倒好，一开口就跟竹筒倒豆子似的。而且80万的彩礼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在咱们这儿的婚恋市场，就算男方条件再好，这个数也真心高得离谱。更何况小童这情况，年龄摆在这儿，这个要求未免太不现实了。我这边正暗自皱眉呢，在瞧小童，倒是出奇的平静。他微微抿了抿嘴，轻声说道：“这点我能接受，毕竟结婚是2个家庭的大事，彩礼多少也算是一种心意，一种责任的体现。”我心里稍稍松了口气，想着还好小童懂事，大气没在彩礼数额上起争执，要不这刚热乎起来的场面立马就得冷下来。可谁知道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呢。李浩一听小童这话，眼睛唰的一下亮了，就跟发现了什么宝藏似的。紧接着他淡淡的抛出一句：“那好，但彩礼的事得有个前提。”说着他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目光直直的盯着小童，看得小童都有点不自在了。顿了好几秒，他才又开口：“婚前体检必须做一下，如果女方未曾有过婚前性行为，那彩礼就不能给，懂吗？”我一听这话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差点没直接从椅子上蹦起来。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这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就冒起来了，可又顾及着场面，强忍着把这股火气压了下去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小童，想看看他啥反应。小童呢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，他的眼睛慌乱地闪躲着，不敢直视李浩的眼睛，2只手不自觉地在桌下紧紧握成了拳头，指关节都因为用力而泛白了，显然是被这个要求惊到了骨子里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像是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带着颤抖，又带着一丝愤怒问道：“这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年龄大了就不值80万彩礼吗？”李浩却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，身子往后靠了靠，翘着2郎腿，振振有词地说道：“不是说你不值80万，而是你得符合结婚的基本要求。你年纪已经不小了，难道不明白结婚前的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吗？不纯洁怎么给我家传宗接代？这可是关乎家族的事，不能马虎。”听到这儿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黑得像锅底似的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李浩，冲他说道：“李先生，您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吧？相亲是为了啥？是为了给2个单身的人创造机会，让他们找到彼此契合的伴侣，携手走过下半辈子，可不是让您把对方当成一件商品，在这儿挑3拣4。评头论足的彩礼的事儿，本来就是2个家庭坐下来心平气和商量的。您倒好，上来就给人姑娘提这么个侮辱人的要求，还讲不讲点尊重和理解了？”李浩听了我的话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嘴角微微向下撇，冷笑一声：“丽姐，您也是干这行的，应该知道这是关乎家庭和家族的未来，女人的纯洁在婚姻里比什么都重要。要是连这些基本要求都达不到，那就没有资格谈婚姻。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。”我气得肺都要炸了，这人怎么能这么冥顽不灵呢？简直不可理喻。我扭头看向小童，只见他脸色渐渐变得苍白如纸，嘴唇毫无血色，眼眶里蓄满了泪水，在眼眶里直打转。看得出他正极力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。他被李浩这番话深深地刺痛了，打击到了最深处。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缓缓站起身，声音带着哭腔，低声说道：“李先生，我想我还是算了，谢谢你今天的时间。”说完，他抓起包，快步离开了相亲现场。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满是心疼和无奈。作为一个红娘，眼睁睁看着这样一场闹剧，看着小童受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却无力阻止，那种无力感真的让人难受极了。小童走后，我也没了继续跟李浩周旋的心思，简单敷衍了几句，就结束了这场糟糕透顶的相亲。一路上我都在想小童，想着他这些年为了工作拼搏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相亲，却碰上这么个糟心事儿，心里该多难受啊！在我看来，婚姻可不是一场简单的物品交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，都有一段或青涩或坎坷的经历。
这些经历塑造了如今的我们，让我们成长，变得成熟，这是人生的财富，不该成为被人诟病的把柄。我也真心希望，像李浩这样脑子里还装着封建残余、扭曲婚姻观的人能早点醒醒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是两颗心相互靠近、相互温暖的过程，不是一场冷冰冰的交易。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彼此尊重、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，没有这些，再华丽的外在条件，再丰厚的物质基础，也堆砌不出幸福的婚姻。小童最终没有选择继续和李浩接触，虽然这次相亲让他失望透顶，但我却很欣慰。他在关键时刻坚守住了自己的尊严，没有为了结婚而委曲求全。婚姻不该是男人凭借着自己的偏见和无理要求就能主导的，它应该是两个人平等地站在一起，共同商量，共同决定，携手走过一生的旅程。说实在的，小童的事儿绝非个例，在这婚恋市场上，有太多像她这样的大龄剩女，她们有着不错的事业、独立的人格、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可仅仅因为年龄稍大，就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那些根深蒂固、扭曲的婚姻观念和不平等的性别观念。这些观念就像一道道枷锁，束缚着人们追求幸福的脚步。我真心期盼每一个女人，不管处于什么年纪，都能在婚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真正的幸福，而不是无奈的将就和妥协，在痛苦中度过余生。这之后，我跟小童又聊了几次，她慢慢从那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重新振作起来，继续为自己的幸福努力着。我也始终陪着她，帮她筛选合适的人选，希望下一次她能遇到那个真正懂她、爱她、尊重她的男人，开启属于她的幸福篇章。而对于李浩那样的人，我只能摇摇头，希望他有一天能明白自己的错误，别再用那些荒唐的观念去伤害别人了。